他是普京眼中的天空御林軍，號稱 F2的終結者。當2024年珠海航展的一次亮相，徹底撕下了他的底褲。當你看到機身上那些十字螺絲和巨大的縫隙時，不禁讓人懷疑，這究竟是隱身五代機，還是五金店裡拼出來的展示品？今天火力軍就來打假俄羅斯的蘇57戰機，讓我們一起揭秘這架虛假的五代機。說到五代機，大家腦海裡的第一印象是什麼？那肯定是美國的 F22或者中國的歼20，那種表面光滑的像鏡子，充滿了高級工業感的質感，對吧？為什麼現在的五代機都要做成這樣？是因為設計師有潔癖嗎？當然不是。隱身這門學問其實就是在玩弄電磁波，為了把雷達反射面積壓低到昆蟲甚至是玻璃彈珠的大小，飛機的表面必須達到近乎變態的分子级別平整度，這背後的物理原理叫表面醒波控制。也就是說，當雷達波照射到飞机表面时，它會產生微弱的電流，沿着機身蒙皮像水流一樣流動。如果表面足夠光滑，這些電流就會順滑地流走，或者被锡箔材料悄悄吃掉。但是如果在流动的路徑上出現了一個凸起、一個縫隙，或者一顆沒擰平的螺絲，這些電流就會瞬間被打斷，產生強烈的邊緣衍射。這在雷達屏幕上就像是平靜的水面突然被人扔進了一塊大石頭，激起巨大的漣漪。這就是所謂的破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 F35也好，歼20也好，他们的生產線上都用上了自動化的激光校準系統，每一塊面板的公差都被控制在幾微米之內，而且所有的接縫都要填上特別的導電密封劑，也就是俗稱的隱身膩子，摸上去就像嬰兒的皮膚一樣光滑。好了，帶着這個目前國際公認的標準，我們再回頭看看蘇57。好家伙，這哪是五代機呀？這簡直就是一場蘇聯工業考古現場。蘇57最讓人詬病的地方，首先就是它的蒙皮工藝。從現場拍攝的高清照片裡，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機身表面，特別是機腹和機翼根部，布滿了密密麻麻的螺絲釘。注意啊，這可不是什麼高科技的鋸齒狀隱身鉚釘，而是那種我們在五金店或者組裝宜家家具時都能見到的普通的十字螺絲，甚至有些地方連埋頭處理都没做，就那麼直挺挺地凸在外面。這就好比你穿了一件哈利波特裡號稱能隱身的斗篷，結果斗篷上縫滿了反光的大亮片，雷達波打過來，每個凸起的螺絲每一個都會變成耀眼的反射源。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蘇57蒙皮之間的縫隙那是真的大，甚至有網友調侃說，這縫隙大的都能往裡面塞硬幣存錢了。這種類似於二戰時期的粗放組裝方式，直接導致了一個災難性的後果，那就是它昂貴的隱身塗層根本沒法發揮作用。因為隱身塗層這東西就像我們貼手機膜，你的屏幕要是坑坑洼洼的，全是灰塵和顆粒，膜貼上去全是氣泡，沒2天就得裂開。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蘇57看起來總有一種飽經風霜的滄桑感，不是因為它身經百戰，而是因為它的底子太糙了。根據蘇貨一設計局自己流出的傳遞文件顯示，蘇57的平均雷達反射截面積設定目標值居然是在 0.1 到1平方米之間，這是個什麼概念？F2的 RCS 值大約是 0.001 平方米，相當於一只蜜蜂或者一顆玻璃彈珠。而蘇57的 0.1 到1平方米相當於一扇門或者是一個巨大的飞行標靶。這中間差了多少？整整3到4個數量級，也就是1000倍到10000倍的差距。在現代超视距空戰裡，這不叫代差，這叫代溝，還是填不滿的那種。看完了皮毛，咱們再往裡瞅一瞅，看看蘇57的肺，也就是它的进气道設計。在隱身戰機的設計哲學裡，進氣道是除了機身外形之外最大的雷達反射源，甚至没有之一。為什麼？因為進气道的盡頭是高速旋轉的發動機压氣機葉片，這些鈦合金做的葉片在雷達波眼裡，那就是一面巨大的旋轉的鏡子，反射信號強得離譜。這種現象在雷達專業裡有個專門的術語，叫噴氣發動機調制效應。一旦被雷達捕捉到這個特徵，對方不僅能發現你，甚至能通過葉片的轉速和數量直接識別出你是哪種型號的飛機。所以真正的五代機，比如 F2，採用了非常複雜的 S 型进气道，也就是蛇形进气道。它的原理很簡單，就是讓进氣道扭來扭去，讓雷達波在裡面撞来撞去，每一次碰撞就被进气道壁上的锡箔材料吃掉一部分，最後雷達波根本照不到裡面的葉片，自然也就反射不出来了。而 F35和中國的歼20更是用上了更高级的 DSI 进气道，專業點的叫法就是無負面層隔道超音速进氣道。這種設計用一個鼓包就把雷達波給彈開了。可是蘇57呢，它的設計師為了追求極速，或者說為了在那個扁平的機身裡塞進2台大發動機，
它直接採用了簡單粗暴的直通式進氣道。如果你站在蘇57的正前方，哪怕不拿手電筒，只要光線好一點，你甚至能直接看到它进气道深處那一排排的發動機葉片。這在隱身設計裡簡直就是門戶大開，跟裸奔沒什麼區別。面對全世界的質疑，俄羅斯人拿出了一套解釋。他們說：“哎呀，不要慌，我們在進氣道裡面裝了雷達屏蔽器。”而所謂的雷達屏蔽器，其實就是一個金屬網格擋在發動機前面，類似於我們家裡的防蚊紗窗或者微波爐門上的那個網格。但這玩意兒的效果，怎麼說呢？就像是在大門口掛了個簾子，防放低頻雷達還行，想防住火控雷達使用的 X 波段高頻波，那是痴人說夢。甚至有電磁模擬顯示，這種直通設計加上屏蔽器，反而形成了一個完美的空腔谐振結構。簡單來說，就是進氣道變成了個回音壁，讓雷達信號在這裡面變得更響亮。這種為了氣动性能而徹底犧牲隱身性能的設計，充分暴露了蘇57的本質。它依然是一款有着五代机外皮的伪五代機。除了进气道這個大坑，蘇57身上還有2個地方，簡直是在侮辱雷達工程師的智商。第一個就是那個位於座艙前方凸出來的101 KSV 紅外搜索轉塔，這東西看起来就像是在光滑的機頭上硬生生安了一個玻璃做的圓球，或者說一個迪斯科球。我们的觀眾朋友都知道，球體是雷達波最完美的反射形狀，不管雷達波從哪個方向來，它都能給你原路反射回去。這也就是為什麼其他的隱身戰機通常會把光電系統做成寶石一樣的多面體，或者直接像 F-35那樣埋在機身裡面。雖然俄方解釋說這個球不用的時候可以把玻璃面轉過去，露出背面的錫箔塗層，但這就像是掩耳盜鈴。在激烈的空戰中，一旦你需要開啟紅外搜索找人，你就得把這個亮閃閃的球轉過來，露給對面的雷達看。這時候你還談什麼隱身？第二個，咱們得看看它的屁股，也就是發動機噴嘴。真正的五代機為了抑制紅外特徵，都會給噴嘴做特殊的整形處理，比如 F2 的矩形2元矢量噴管。不僅能遮擋內部的高溫部件，還能讓尾噴流快速與冷空氣混合，或者像 F-35那樣把噴口邊緣做成鋸齒狀，這叫謝弗隆噴口，專門用來打散雷達回波和降低紅外輻射。但蘇57依然大大咧咧地裸露着2個巨大的圓形噴嘴，而且沒有任何遮擋，金屬直接裸奔，甚至連最基本的陶瓷隔熱塗層都捨不得多塗一點。這在現代紅外成像導彈面前就是活靶子。只要對方打開紅外傳感器，蘇57那真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了。如果說外觀上的粗糙還可以用俄式粗獷美學來洗滌，那麼蘇57內部系統的拉胯才是真正讓他跌下神壇的致命硬傷。就比如說蘇57的發動機，大家都知道五代機有一個硬指標叫做超音速巡航，這裡的超音速指的不是像 F410那種老飛機開着加力，屁股後面噴着幾十米長的火舌，飛個幾分鐘就把油燒乾了。五代機的超巡是指不用開加力燃燒室，僅靠發動機的乾推力就能長時間保持在 1.5 馬赫以上的速度飛行。這不僅僅是為了飛得快，更重要的是省油、擴大作戰半徑，而且能大幅減少紅外輻射，提高生存率。但是目前在俄軍服役的絕大多數蘇57裝備都是代號為 AL41F1，也就是產品117的發動機。雖然名字聽起來挺唬人，似乎是 AL41的改進型，但稍微懂點行的朋友都知道，這玩意兒本質上就是蘇 35S 上面那個 AL41F1S 發動機的換皮版，它的技術底子依然是幾十年前的4代機水平，單台加力推力勉強能達到15噸，推重比也就是剛剛過10。這導致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蘇57在掛門導彈全副武裝的情況下，如果不開加力，根本沒法實現真正的超音速巡航。它的最高干推力巡航速度只有可憐的 1.3 馬赫，而且持續時間很短，跟 F2 那種能以 1.7 馬赫像飆車一樣滿世界跑的能力相比，蘇57就是個腿腳不利索的老大爺。如果蘇57想要強行超音速，就必須打開加力。這時候不僅油耗爆炸，那2團巨大的尾焰在紅外傳感器裡隔着100公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這時候你前面的隱身做得再好也是白搭。俄羅斯人自己也知道這個問題，所以他們這麼多年一直嚷嚷着要搞真正的五代機發動機，代號產品30，也就是 AL51F1。按照宣傳，這款發動機推力能到18噸，還要用上鋸齒狀噴口。但這都2025年了，產品30依舊停留在 PPT 和極少量的原型機測試上。為什麼造不出來？這就涉及到了俄羅斯基礎工業的痛點，那就是耐高溫渦輪葉片和精密單晶合金的加工工藝。想要提高推力，就得提高涡輪钳的溫度；想要耐高溫，就得有頂級的单晶葉片和複雜的冷却孔加工技術。而在西方的制裁下，這些核心技術和加工設備成了俄羅斯邁不過去的坎。
最近的消息是，因為產品3.0實在難產，俄方不得不搞了個產品177，也就是個過渡型號。這種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操作，恰恰證明了蘇57的問題一時半會兒是治不好了。除了發動機不行，蘇57的大腦，也就是航電系統，也面臨着嚴重的缺陷。五代機之所以強，不僅僅是因為隱身，更因為它是一個會飛的超級計算機。它強調的是傳感器融合。什麼意思呢？就是雷達、光電、電子戰系統抓取到的所有信息，要通過強大的芯片和算法瞬間融合在一起，直接告訴飛行員敵人在哪兒，該打誰，这人威脅多大，而不是讓飛行員自己去盯着好幾個屏幕去分析那幾個光點是什麼。這種能力需要極強的後端數據處理能力，而這就意味着生產五代機根本離不開高性能的軍用芯片。但是蘇57呢？根據最新的情報分析，它的 N036 雷達使用的首發模組技術水平還停留在28納米甚至更老的工藝上，這跟目前全球主流半導體行業動輒3納米、7納米的製程相比，簡直就是算盤和超級計算機的區別。製程落後意味着功耗大、發熱大、算力低，硬件上的笨重和落後直接導致了雷達後端處理能力低下。它沒法像 F35那樣把戰場信息實時合成一張360度無死角的上帝視角圖。蘇57的航電架構被很多專家評價為拼湊起來的蘇35，各個子系統之間就像是一群語言不通的外國人，在各說各話，根本沒有形成合力。這又導致飛行員在空戰中依然要像開4代機一樣手忙腳亂地處理各種原始數據，根本沒法發揮出5代機應有的先地發現、先地開火的優勢，也就是著名的 OODA 循環優勢。更有意思的是，蘇57原本設計了一款名為 101KSN 的光電瞄準吊艙，這個東西對於對地攻擊至關重要，但因為裡面需要的精密光學元件長期依賴進口，制裁一開始供應鏈直接斷裂，所以很多交付給俄羅斯空天軍的蘇57根本就沒有裝這個吊艙，這就導致它在執行精確打擊任務時成了個近視眼，只能依靠傳統的雷達去主動探測，這在防空導彈密布的現代戰場跟找死沒什麼區別。看到這裡，可能有的朋友會問，既然蘇57這麼多毛病，俄羅斯為什麼還要硬着頭皮造，而且還非要叫它5代機？其實蘇57的窘境折射出的是整個俄羅斯航空工業在蘇聯解體後慢性死亡的過程。一個國家能不能造出真正的5代機，靠的不是幾個天才設計師畫幾張天馬行空的圖紙，而是看你有沒有完整的先進的工業生態鏈。蘇57的難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身工業實力的萎縮。咱們前面提到的那些粗糙的螺絲和蒙皮，並不是俄羅斯的工人想偷懶，而是他們手裡的工具不行。根據一些被披露的内部文件顯示，生產蘇57的阿穆爾河畔共青城飞機場，因為缺乏高精度的5軸聯動数控机床，根本無法加工出符合5代機標準的複雜曲面零件。他們甚至不得不通過空客公司從世界各地像螞蟻搬家一樣，偷偷走私一些民用的加工中心或者是二手的模床，來維持生產線的運轉。這些拼湊來的設備不僅精度難以保證，而且故障率極高，還沒法獲得原廠的維護。在這種條件下，工厂能做出來就不錯了，這導致蘇57的年產量始終是個位數，一年能造個10來架，那都得開香檳慶祝。相比之下，美國的 F35年產量早就超過了150架，這就是工業實力的碾壓，也是手工作坊與現代流水線的區別。原本蘇57是想拉着印度這個大款一起搞的，也就是當年的 FGFA 項目。結果印度人在投了幾十億美元後，進場一看，發現這飛機的隱身設計有問題，航電代碼也不給看，那是連夜扛着火車跑路，寧願去買法國的陣風，也不當這個冤大頭了。失去了印度的資金支持，蘇57的研發更是雪上加霜，整個項目陷入了沒錢改進，所以性能不行，沒有性能就賣不出去，賣不出去就更没錢的死循環當中。所謂是骡子是馬，拉出來溜溜，既然吹得神乎其神，那蘇57在實戰中表現如何呢？自2022年以來，蘇57確實參與了多次針對烏克蘭目標的打擊任務，但是觀察家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這些被吹成隱身刺客的飛機從來沒有真正進入過烏克蘭防空火力覆蓋的核心區。他們的主要戰術就是攜帶 KH-59或者 KH-69這種遠程巡航導彈，在俄羅斯境內或者邊境安全空域遠遠地發射導彈，然後掉頭就跑。這種戰術說好聽點叫防區外打擊，說難聽點就是躲在自家後花園扔石頭。這種活蘇35能幹，蘇30 SM 能幹，甚至老掉牙的圖95轟炸機也能幹，而且成本低得多，完全沒有體現出5代機隱身穿透的價值。為什麼不敢進去？原因很簡單，俄羅斯軍方高層自己心裡也清楚，蘇57的隱身能力到底有幾斤幾兩。一旦蘇57試圖挑戰愛國者或者 IRIS-T 這樣的現代防空系統，大概率是有去無回。
而一旦蘇-57被擊落，其殘骸被西方獲取，那麼俄羅斯精心編制的隱身五代機謊言將在全球雷達數據面前瞬間瓦解。屆時損失的不僅僅是一架飛機，而是整個俄羅斯軍事工業的信譽。2025年的一次事件更是印證了這種擔憂。據報道，俄軍曾出動蘇-57編隊試圖伏擊烏軍戰機，結果在西方預警機和地面整合雷達的支援下，俄軍的編隊早早的就被發現了。隨後，烏方通過電子戰干擾切斷了蘇-57那脆弱的數據鏈，迫使俄機在未能獲取穩定鎖定的情況下被迫撤離。這次失敗直接宣告了蘇-57在高度對抗環境下依然只是個弟弟。說到這兒，咱們差不多可以給蘇-57下個最終的結論了。從物理設計上看，它那巨大的 RCS 值、直通的进氣道、裸露的紅外特徵，決定了它無法跨越隐身的門檻。從動力和航電上看，落後的發動機和受制於人的芯片工藝，讓它失去了五代機的靈魂。蘇-57本質上是一款具備了部分隱身修飾，依然強調傳統機動型的重型第四代戰鬥機。你可以叫它蘇35 Ultra 或者蘇27 Pro Max， 但絕對不能叫它五代機。俄羅斯之所以堅持把它冠以五代機的名號，其實就是一種建立在衰敗工業基礎上的戰略性欺詐。他試圖用戰術層面的小聰明，比如側面雷達，比如炫酷的3維矢量機動，來掩蓋戰略層面的大崩盤，也就是隱身材料、先進製程芯片和精密数控機床的全面落后。对於國際買家來說，蘇-57是一個高風險且低回報的投資，而對於他的對手來說，蘇-57是一個需要警惕但在超視距環境下極易被獵殺的目標。蘇-57的存在最大的價值或許就在於它向世界證明了一個殘酷的真理：在缺乏核心基礎工業支持的情況下，僅僅依靠氣動布局的修修補補，永遠無法跨越代差的鴻溝。蘇-57在某種意義上不僅盜取了五代機的定義，還是對俄羅斯自己的國防預算和那些相信他的買家實施的一場軍事詐騙。好了，關於蘇-57的真實面目，今天就和大家深度剖析到這裡。你覺得如果蘇-57真的遇到 F-35，能撐過幾個回合？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硬核分析。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我是火力軍，咱們下期再見。